伯纳比图书馆门前停了单车，到里面去闲逛一下。其实呢，它有两个门呢，马路上的一个门和刚刚从花园那边进来的那个门。现在看到在图书馆里面敞开式的一个服务柜台，边上有很多的电脑可以供大家检索。这边呢就是他们陈列的书架了，这以前呢经常在这边来光顾的。现在呢，来到了2楼，有更多的阅览区。大家都在里面安静的看书啊，就不好意思打扰，也不好意思说话，所以呢，就在里面稍微走一圈就好，也分享一下图书馆的里面的一些大概的状况。
我觉得之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门禁的，现在连门禁也没有了，就完全只有进出的状态。出来以后呢，就是一个花园，在一个发展的相当不错的一个中心区域啊，保留这么一个大花园，闹中有劲的地方啊。边上呢，当然都起了高楼大厦。在马路上面停车呢，都是要交钱的。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地下停车场现在还要不要交钱，还是有时间限制。在这边稍微的闲逛一下吧。对面的 The Crystal， 就是我们中文名叫丽晶广场啊。这个里面呢，所有的商铺基本都跟中国人的生活有关，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餐馆啊，包括也有一个food court，基本都是卖中国的食品、生活用品啊。一直走过去呢，就是 Metrotown 这个中心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mall。就加拿大这边呢也是很有意思，以前呢它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大的mall，这种mall可能概念不知道是从美国来的，就是各种商店在里面都串联在一起，你在里面呢可以逛吃逛喝，也可以看，当然你也可以真金白银的花钱买东西，你就可以在里面大概半天一天都没问题。一开始呢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的话呢，慢慢这边就变成了大家热闹的区域啊，就像这些高楼啊、公寓啊，就拔地而起，然后呢就变成了移民的天地了。就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呢，中国人就喜欢上了这片区域，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华人进驻，中国人的商店越来越多。最后就成了有很多的街区啊，有很多的什么商业广场，就变成中国人出没的地方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好了，我现在呢再走回到图书馆门前去取我的单车，准备回家去啊。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一定要看天出行。一天当中呢，大部分时间都是阴天下雨，但是它总有晴的时候啊，就你抓住那么2-3个小时就出来逛逛。我觉得除了骑行健身之外，也可以去寻访一些以前曾经到过的地方，也就这里重游吧。像今天去的 Central Park， 就在我跟前的这个班纳比图书馆啊，就是以前经常来利用的地方。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感觉，就这种公共的设施、公共的资源呢，对一个国家老百姓，对大家的一种文化的需要等等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国家呢要把很多的税收就用到这些公共设施上面啊，这个才是为老百姓着想。尤其是对于新移民来讲呢，应该是帮到大忙啊，得到很多信息。因为以前我们在里面呢，哪怕发现工作、找房子等等，都在这个里面那种揭示板上面得到各种信息。好了，那我就准备骑行了，一会儿再见。现在呢，我离开班纳比图书馆，找一条路呢骑回去。但我今天呢就想走一段其他的路，就不走Kingsway了。
现在呢，我就顺着 SkyTrain 边上这条新开出来的马路，因为这边呢现在是一个新发展的高层建筑的一片新区，之前呢，我不知道应该说多少年10年以前吧，这里全部都是那种低矮的集合住宅，就因为这片被拆掉，改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比较洋气的 condo。那我相信呢，这些房价、租金都是成倍的往上涨。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以前在这边这种矮层的就比较便宜的集合住宅，或者我们中国说呢，就是廉租房就这种房子里头生活的人们呢，表示他们的抗议。但是呢，时代的发展总不会按照穷人的思路往前走，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如此。最终呢，第二个扭不过大腿也就只能不了了之。所以呢，穷人除了自己提升，想办法呢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获得更多的收入，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否则的话呢，你就只能搬离这个地方，搬离了自己熬了很多年终于变成一片非常方便繁荣的街区，可是自己呢又不得不离开这边了，这确实是有点悲哀。但是呢，这个就是人生，尤其是在加拿大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你除了努力去达成自己的价值体现，同时呢也要管控自己的消费，所以你只能在这个两者之中呢做出妥协，达成自己的某种平衡，否则也没有别的办法。这边新的区域呢已经发展到这边为止了，而这条路呢将来肯定是要拓宽一直向前的。现在呢，我就顺着这条 SkyTrain 的轨道下面骑回去。今天因为呢下过雨地都是湿的刚刚我稍微把后面的背包拿下来，发现都淡了很多的水渍，所以回家第一件事情可能就得要洗衣服了。而加拿大这边洗衣服呢是很方便的因为所有的衣服洗完以后必然是有烘干的这样的机器，所以非常的方便只要花点时间拿出来呢就是干的了。好，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 Imperial 这条街上了。我突然发现这边是有一条路继续可以骑下去的呀。
好，又回到了这条高架桥的边上，这里骑行呢要安全很多。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啊，大家年龄都相仿的人，他看到我呢，冒着北美的严寒啊，其实并不寒冷，这里温度呢大概4到6度啊，但是对他而言就觉得很厉害啊，那么大年纪了还在那里奋勇骑行，都不知道图个啥。其实真的不图啥，就是让自己呢身体啊保持一种活力啊。就像有一回我在那个迪尔雷克附近骑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的，看到这边80来岁的老人家颤颤巍巍还顽强的在那个地方跑步，你说他为了啥？他就是希望自己还能动，靠自己呢保持他仅剩的一些活力啊，就是走到街上，走到公园等等地方呢，去和这个自然环境啊生活在一块儿。一转眼呢，对面就是 Royal Oak Station， 原来也不远呢。好，那我今天呢，就顺着这条 Royal Oak 车站边上的骑行道骑回去。就刚刚说到啊，看到加拿大这边的很多老人家，不是慢跑就是骑行，要不呢就是走路啊。总之呢，只有一个目的，就锻炼身体嘛。锻炼身体目的是什么呢？就让自己保持一定的活力，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呢不求于人，而且呢还可以用自己的心去感知外面的世界。我想大概就是人生的意义吧。生活呢肯定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也不见得只有什么像苦行僧那样的骑行，冒着严寒，在无人的这些小路上来来回回。当然你有条件的话，还可以有很多的文化娱乐，甚至呢可以走得更远，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更美的风景。经济上不成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坐游轮呢，在游轮上呢去航海，去看看世界的各个港口，然后呢去看看更多的风土人情，这些都非常的美妙啊。但是呢，我想都肯定不是一种生活的常态。生活的常态呢，其实就是每天这个睡觉起来一日三餐。对于一个退休人来讲的话，你怎么能够让你的时间啊，这个变得比较能够换来你的一些开心的事儿？无论是郊游啊，还是到外面去远足，当然也包括骑车，其实都是让自己呢有更多的时间去独处，去做出一些思考，更多的时候呢去欣赏。我想普通的生活的意义所在啊，大概也就是这些吧。
所以于我而言呢，就是你无论到哪个地方去啊，你可以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方式啊，比方说有车就有骑车，当然可以租个车到处走走，更多的呢，你可能就是靠走路去看一些不管是以前看过还是没看过的风景。在不同的年龄段啊，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阅历之后啊，你的感悟会有所不同。然后呢，你就把这些用自己可能的方式呢，做一个记录啊。这个就有点像写日记的人。我呢，其实就是用视频来写我的日记。只不过呢，这个日记呢，就有点像公开的日记，就不是给自己锁上锁，让自己回味的。我希望呢，它是一个公开的一种个人的感悟感受，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想要变成一种出版物啊，它只是利用网上那种不用花钱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分享。你多多少少呢也会积累几个粉丝，或者引起某一小部分人的同感，或者对大家呢彼此都有些启发，如此而已。这个就是我做视频的初衷。一开始呢，就是怎么度过从以前一个非常繁忙的一生，到一下子退休以后无所事事这一段空窗期，或者说是一个转换期，怎么面对自己内心的这种焦虑。那我觉得第一步啊，应该已经做到了。我发现了一个最简单不用怎么花钱的骑行拍摄的方式，可以让自己走出来，还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分享自己看到的感悟到的，应该是非常真实的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并且呢也在不断的检讨，在环境啊平稳以后，能不能再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这也一直是在思考之中的一些事。当然说起来可能没有像说起来那么容易啊。我觉得骑行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啊，真的它可以增强自己的一些活力之外啊，它有很多的时间让自己独处可以思考。好了，我快回到家了。今天这一段骑行啊，真的是见缝插针啊，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天气里面骑行，我的后背啊都被打湿了啊，都有很多的泥浆。我现在回家洗澡洗衣服，我们改天出来再跟大家见面，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一贯的跟随和支持，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